抄底逃顶，低买高卖，曾经的我也都把它奉为行动准则。但做了16年交易，真正让我赚到钱的，反而是学会接受强者恒强，贵的股票还能更贵。16年里，我见过太多账户从几十万做到几百几千万，也见过无数人一次次抄底，一次次被套，最后把本金和信心一起耗光。下面这一条交易经验是我踩了无数坑总结出来的。市场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不断创新高的龙头，而是那些没有资金关注却还在不断下跌的弱势股。所有的大机会都来自资金持续不断流入的地方，而不是价格看起来便宜的地方。市场不会因为你觉得便宜就停止下跌，只有放弃逆势抄底，顺势跟随市场最强的主线龙头，才能赚到大钱。我正在冲击1万订阅，帮我点赞、订阅与转发。还没有加入我的学习社区的朋友，抓紧时间扫描视频右上角的蓝二维码。很多散户之所以长期亏损，并不是技术不好，而是思维方式出了问题。他们总觉得低价意味着安全，高价意味着风险，但真正决定股价的从来不是价格，而是趋势；不是估值，而是资金。一只股票从100涨到150，如果趋势仍然向上，它依然可能继续上涨，强者恒强。就像26年的 MU 美光科技从300美元一路涨到1200美元，而另一只股票从50跌到30，如果资金持续流出，它同样可以继续跌破10块，甚至更低，弱者恒弱。就像26年的7974任天堂从14000日元跌到现在不足7000日元，直接腰斩。价格只是结果，趋势才是原因。所以下降趋势里的抄底，本质上就是伸手去接一把正在下落的刀。很多人害怕追高，其实害怕的并不是价格，而是亏损。可真正的问题是，大多数人追的并不是龙头，而是跟风。看到龙头已经涨了很多，不敢买，转头却去买那些看起来便宜却没有资金关注的个股，结果龙头继续上涨，而自己手里的股票却一路阴跌。这不是追高的问题，而是选股的问题。大多人说不要追涨杀跌，这句话本没有错，但很多人理解错了。如果没有趋势，没有板块，没有资金支持，只因为一根大阳线就冲进去，那当然是盲目追涨。但真正成熟的顺势交易，是在确认市场主线之后，跟随资金进入最强的龙头。这背后的逻辑与盲目追涨完全不同，因为主力资金不是来赚几个点就离场的，他们建仓、拉升、控盘，目标往往是一整串主升浪。既然如此，他们又怎么会轻易给所有人充足的低位上车机会？很多散户每天都在等回调，等更便宜的位置，可真正的强势股往往不给你这样的机会。你以为自己是在等待，其实是在不断错过。有人问我，一只持续下跌的股票，有谁能够判断它真正的底部？我给的答案是没有，因为下跌趋势里的每一个低点都有可能只是下轮下跌的起点。相反，顺势交易最大的优势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赚钱，但是即使判断错误，也知道应该在哪里退出。趋势、均线、成交量，这些都能成为你的风控标准。亏损可以控制，利润却可以奔跑，这就是交易最大的差别。真正优秀的交易员，并不是追求每次都买在最低点，而是不断重复高胜率、高赔率的交易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寻找最低点，却忽略了真正决定收益的是资金效率。如果你的资金被一只弱势股套住3个月，那么即使最后解套，你依然错过了市场最好的机会。时间本身也是成本，真正能够持续盈利的人，永远把资金放在最有可能产生复利的地方。那么什么样的股票值得顺势参与？选择强势股，标准就是趋势向上，主线题材，成交量持续放大。具体要点在这期视频里面我已经详细讲解了，你可以点开反复学习。这里我要强调一点，我反对的从来不是低吸，我反对的是在下跌趋势里抄底。趋势没有改变，资金没有离开，这和逆势抄底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如果是一只处于上升趋势中的龙头，在回踩关键支撑后再次获得资金承接，这样的低吸本质上仍然属于顺势交易。就以8035东京电子为例，25年9月和10月的一波大涨后，MA21大于 MA60大于 MA200，多头排列，随后
价格回落 ，A 点处股价跌破 MA60，次日止跌收阳，重新站上 MA60，并且第3天高开高走，也站上了 MA21，买点出现，果断入场，50%的利润轻松到手。再看26年3月的这波调整，锁定26年4月8日的这根跳空高开的 K 线，当日涨幅10%，收盘42401日元。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太高了，但是技术上我们可以看到，东京电子收盘价同时突破 MA60与 MA21标准的买点，震荡上涨几天后，在 B 点处 MA21上穿 MA60，金叉形成，预示着加仓点出现。这时候45000日元的价格看似很贵，但是这一波上涨到目前已经突破了8万日元，重视不重价。市场从来不会奖励预测底部的人，只会奖励尊重趋势的人。真正的高手不一定买在最低点，也不一定卖在最高点，他们只是不断站在概率更高的一边，把风险控制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，然后耐心等待市场把利润交给自己。逆势赚的是侥幸，顺势赚的是概率。侥幸无法复制，概率才能复制。希望这期内容能够帮你少走几年弯路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打个小铃铛，也欢迎扫描视频右上角的烂二维码加入我的学习社区。无论是你的持仓股票还是交易中的问题，我都会尽量进行1对1解答。我是强哥，16年职业交易员，带你看懂市场，做对交易。关注我，下期见。